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8月27日星期三，佛历10月上初四，万象阵雨23到28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2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2基普，跌幅 0.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62.9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1.35基普，跌幅 0.2%。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9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8基普，涨幅 0.27%。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434.74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4.5 点，跌幅 0.31%。开盘 1439.24 点，最高 1441.82 点，最低 1427.81 点。成交量30万0100股，成交金额2亿6304万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35基普，交易量16万05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马哈腾。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760基普，交易额2亿3444万1000基普，其次是中老证券和浦西开发。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656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13万基普，涨幅 0.36%。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8月20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882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53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21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万象多家垃圾清运公司正在积极解决积压问题。近段时间，万象市许多村庄和城区都出现了垃圾堆积的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经过调查，垃圾清运公司发现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劳动力短缺、清运路线调整、公司整理客户数据库导致部分客户被遗漏、非客户偷扔垃圾，以及部分居民不清楚负责自己区域的清运公司。目前，万象市各家垃圾清运公司正在集中解决各自负责区域的垃圾积压问题，一些区域的问题已经解决，另一些区域正在相关政府部门的密切监督下得到处理。预计各家公司很快将恢复正常的清运计划。对于尚不清楚自己所在区域由哪家公司负责清运垃圾的居民，请联系所在村庄的管理部门以获取相关信息，以便进行垃圾堆积投诉。2. 第14届东盟技能大赛在菲律宾正式开幕。第14届东盟技能大赛于8月25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万豪酒店正式开幕。本届大赛共设置6个大类32个比赛项目，共有11个东盟成员国参加。来自东盟成员国的代表团、专家选手、观察员和记者等1000余人出席了开幕式。本届技能大赛将在世界贸易中心举行为期3天的比赛。老挝政府及劳动和社会福利部经过研究和选拔，派出了由劳动和社会福利部副部长丰塞萨克因塔拉率领的代表团，以及专家和国家队选手共32人，参加5个优势项目，分别是建筑电工、家具木工、烹饪、网页技术和平面设计。3. 移民局通知9月1日起试行外国人在线登记出入境。老挝公安部安全总局移民警察局于8月15日发布通知，宣布自9月1日起，移民警察局将在其官网上试行外国人在线出入境登记。首批试行的4个国际口岸包括万象瓦代国际机场、琅勃拉邦国际机场、占巴塞省巴瑟国际机场以及万象第一座老太友谊大桥国际口岸。通过上述4个国际口岸使用护照出入境的外国人，必须通过该在线系统进行登记。登记成功后，将获得一个有效期为3天的二维码。旅客只需向口岸移民警察出示此二维码，无需再填写传统的出入境申请表。该试行将于2026年初结束。
届时将在推广至全国范围的所有国际口岸。4. 老挝电信公司举办基础消防培训。近日，万象市消防警察处在老挝电信公司举办了一场基础消防培训，旨在提高员工的消防意识和应对火灾的自救呼救能力。培训内容包括火灾原因及危害、基础消防知识、火场逃生和伤员救助等。参训人员观摩了模拟火灾场景下的灭火过程，并亲自动手实践，学习如何扑灭燃气罐火灾，如何在消防员到达前进行初期火灾扑救，以及如何在火灾现场安全的自救和救助他人。5. 甘盟省赛博阿通县西维莱村发生新一轮洪水。据甘盟省消息，8月26日上午，由于连续多日降雨，甘盟省赛博阿通县西维莱村突发洪水，导致低洼地区的居民房屋和多处道路被淹。因此，相关部门提醒居住在低洼地区和沿河两岸的民众，地方政府及各组织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应对因连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山洪爆发和城市内涝，请持续关注天气预报。6. 沙湾拿吉发生皮卡车撞护栏侧翻事故。8月26日凌晨1点42分，在沙湾拿吉省凯山峰威汉市东门环岛附近，一辆皮卡车撞上路中间的护栏并侧翻，事故造成1人受伤，伤者为男性驾驶员，事发时处于醉酒状态，伤者右手手腕有外伤，救援队已进行初步急救，并将其送往省医院。7. 占巴塞省儿童文化中心举办老挝传统音乐培训班。占巴塞省文化旅游厅与万象大象之门俱乐部联合举办了老挝传统音乐和芦笙培训班，旨在向孩子们传承老挝传统文化。此次培训强调了传统音乐，特别是老挝芦笙的重要性，并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年轻人学习和传承这些技艺。培训内容包括老挝芦笙等传统乐器的吹奏和演奏，以及革命歌曲的教学。活动将持续至8月29日。8. 沙耶武里省皮昂县内一段公路暂时中断。8月26日中午12点左右，沙耶武里省皮昂县纳公村至奔萨村路段，一辆卡车因陷入泥潭而动弹不得，导致该路段交通暂时中断，车辆大面积拥堵。计划通行该路段的驾驶员请预留充足时间，底盘较低的车辆请暂时绕行。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